我是瓜皮儿。绿箭侠第2季前情提要：为保萨瑞一家人的安全，奥利弗跟刺客联盟结下恩怨，莫伊拉也将因为1年前贫民区大地震事件付出代价。1年前，因为地震落跑的除了娃娃制造者，还有奥利弗熟悉的对手伯爵。此人脑子有问题，极有可能干出什么不是人干的事儿。1年后的今天，粒子加速器将在1周后如期开启，全世界的天才都在关注着这场科学宴会，包括费利西蒂。他发现今天的迪哥有点不正常，满头大汗，仿佛肾虚。转眼迪哥就已经昏倒在地。费利西蒂检测了血样，对于迷魂的结果为阳性，可他从来不会去接触这种东西。费利西蒂疯狂敲击键盘，这才知道伯爵早已越狱。警方为避免恐慌，隐瞒了真相。奥利弗让费利西蒂尽快查到他们的踪迹，这次他保证自己不会再次杀戮。回到法庭上，莫伊拉的听证会已经是人山人海。庭审进行到一半，辩护律师突然倒地，同样因为中毒迷魂，法院不得不宣判暂停审判。伯爵这厮越来越猖狂，甚至改变了迷魂的配方，药飞草药已经不能为迪哥解毒了。伯爵还在直播挑衅星城的所有人，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把迷魂散播向全城的。不过这货栽到了直播清晰度上，高清无码的画质让费利西蒂从中发现端倪。伯爵瞳孔倒映着档案局的 logo， 绿箭侠立刻赶到现场，改变了手段之后，无形中让奥利弗变得容易拿捏，大量无辜人质被伯爵挟持。奥利弗为了不破戒，只能选择撤离。地堡里，迪哥还在跟费利西蒂分析迷魂的散播途径，根据所有受害者的行动范围筛选，最终锁定了一辆移动医疗车。伯爵竟然是在这辆车上动了手脚。迪哥前几天去打针，结果中了招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。费利西蒂只能亲自走一趟，不出意外，车辆上全部都是迷魂。而伯爵一直在守株待兔，绑架了费利西蒂后，用其手机给绿箭侠打了电话。这人疯到极致，机智聪明，一看费利西蒂身上的工作证，就猜到了奥利弗就是绿箭侠。电话挂断之后，奥利弗青筋暴起，分分钟赶到了奎因集团。显然像伯爵这种人不可能会有这种计划，他也丝毫不隐晦，背后有一个神秘人扶持自己，还告诉了他绿箭侠的所有弱点。目前看来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再杀戮。伯爵的针尖逐渐逼近费利西蒂的颈部，奥利弗立刻放下弓箭准备投降，可伯爵竟就不吃罚酒，注射的一瞬间，奥利弗手中的利箭当即离弦，1箭2箭3箭直射伯爵心脏。伯爵从奎因集团楼顶坠下，摔成一滩烂泥。为了费利西蒂，奥利弗选择破戒，但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隔天法院再次进行庭审，此前劳若和西亚一直在劝莫伊拉说出终极真相，只有这样才能博取陪审团的信任。而这个终极真相震惊了奥利弗兄妹，他曾与马尔科姆有过通情。在那之后，马尔科姆就像是抓住了他的把柄一样，无限利用他和他的家族，酿成了无数惨案。不管怎么样，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身为母亲，他必须选择保护家人。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马尔科姆。法院最终宣判莫伊拉无罪释放，可在奥利弗眼里，他应该被判有罪。这一结果谁也没想到，老妈又是出轨又是协助马尔科姆，凭这2点，奥利弗就难以原谅他。另一边，消失已久的布拉德重新戴上面具，从里德开始进行了无数次实验，最终他的药剂在一光头男子身上实验成功，男子变得力大无穷，堪比美国队长，直奔奎因集团科研部。几天之后，一场诡异的案件引起了警方的重视，一个力气巨大的神秘人袭击了奎因集团的科研部。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是普通人。为了调查这种疑似超能力者，忠诚小探员白瑞不远千里坐着火车赶到星城，顶着大雨一路跌跌撞撞跑到了案发现场。他申请参与这次调查，因为这可能是超能力者作案。白瑞提前做好了功课，小偷盗取的是一台工业离心机。先不说这离心机有多重，光是这3处固定架就需要机械安装，而这断裂痕迹明显是暴力拆取啊！小偷显然是硬生生把这离心机拔了出来。这一台离心机是用来分离液体的。一聊起关于科学的知识，菲利西蒂和白瑞感觉相见恨晚。现场只有一种脚印，种种现象表明小偷的体能非人类。具体的话，白瑞还要进一步调查。此言一出，昆汀立马让菲利西蒂联系绿箭侠，然而绿箭侠早就在边上全程参与。果不其然，道路监控显示小偷独自一人扛着离心机离开。白瑞不请自来，他非常渴望参加这次调查。费利西蒂自然是愿意，奥利弗也没有拒绝。两人来到科研部，全面分析现场。白瑞从小偷鞋印上找到一点残留物，个把小时后就能检测出具体成分。
借着空隙，他好奇地问了问费利西蒂绿箭侠的事迹。他可以说是绿箭侠的忠实粉丝了，仅凭一个绿色特点就猜出绿箭侠应该是在丛林接受的训练，甚至都想好了怎么给绿箭侠的装备强化，而且坚信绿箭侠身边有一个黑客在帮忙。对此，费利西蒂是能不回答就不回答。白瑞告诉了他一个陈年往事，11岁那年，白瑞的母亲被人谋害，时至今日警方都没抓到真凶。白瑞希望有朝一日绿箭侠能够抓住他。谈话间，检测结果一出，鞋印上的晶状体是蔗糖。2公里外有一家蔗糖加工厂，费利西蒂一查发现工厂的运输车也被偷了，肯定是同一人作案。找到运输车就能找到小偷，而就在刚刚，这辆车抢劫了一个血库。奥利弗准备走一趟，出发前看看白瑞和费利西蒂贼亲密，便让迪哥去查查这小伙子的信息。运输车半路遭到绿箭侠拦截，可男人力大无穷，甚至没有痛感。奥利弗几剑下去差点送了命。这一战让奥利弗回忆起了5年前，当初在炼狱，斯莱德服用了米拉库鲁之后也是这般体力，可米拉库鲁已经被全面摧毁，几乎不可能重现人间。如果真的有人想生产米拉库鲁，那他一定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——强效镇定剂。当初斯莱德就是因为没有及时使用镇定剂而性情大变。在菲利西蒂前去调查箭头上的血液之时，迪哥把白瑞的信息全部告诉了奥利弗。外面电闪雷鸣，白瑞一下陷入了沉思，回过头来继续帮菲利西蒂分析小偷身上的血液。突然，白瑞灵光一闪，难道绿箭侠也在调查这件事儿？想到这儿，难掩脸上的笑容。菲利西蒂借机邀请他和自己一起去参加奎因集团的晚宴，2个单身狗组个队再合适不过。白瑞时时刻刻关注着粒子加速器的新闻，只差1天，这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就要诞生了。就在此时，奥利弗带着怒火赶了过来。白瑞根本不是什么警局派来的人，就是 CSI 的一个小助手，而且这次行程还对上司隐瞒了。奥利弗开始对白瑞的目的产生了怀疑，一个尘封数十年的秘密在白瑞口中娓娓道来。母亲遇害当晚，他看到了一个红色虚影转瞬即逝。那年他才11岁，亲眼目睹一道龙卷风席卷家中，就在下一秒，自己被送到了百里之外。警方不相信他一个小毛孩子的口供，自己的父亲被当作凶手，判以无期徒刑。从那天开始，白瑞对这个世界的观念彻底颠覆，这世上一定有非人类存在。如果他能够调查出事件的真相，那他就有机会向世人证明这个观点。听完之后，在座的都沉默了。宴会上，奥利弗主动请来了白瑞，让他和费利西蒂结伴度过了晚宴。上司打来电话一通臭骂，今晚白瑞必须坐车回家了，不然工作不保啊。白瑞走后，绿箭侠小队开始全力调查此次案件。整个行程只有一个地方拥有大量镇定剂，天眼会的避难室。在此之前，罗伊和新发现一个朋友突然消失，等警方再次找到他时，男人已经七窍流血身亡。罗伊赶紧把事情转告给了绿箭侠，种种迹象奥利弗再熟悉不过了。米拉库鲁融合失败的结果，事情过于危险，绿箭侠不想让罗伊参与，为了阻止他鲁莽行动，便一剑刺穿他的大腿。不休养几个星期，别想下地。随即奥利弗赶到避难室与小偷开战。米拉库鲁的危害奥利弗比谁都清楚，普通武器根本伤不了他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奥利弗被打得骨骼断裂，还被对方强行注入了几针米拉库鲁。小队赶到后，奥利弗已经进入了休克状态，脉搏也极其微弱。2人一下就慌了，迪哥都准备叫救护车了，可这无疑等于暴露了奥利弗的身份。这种时刻，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。星城火车站，白瑞火急火燎赶到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，还是没赶上最后一班火车。一针麻醉剂过后，迪哥把他带到了地堡。白瑞睁开眼后，只看到了绿箭侠，或者说是奥利弗躺在眼前。奥利弗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弱，白瑞顾不得震惊，立刻指挥他们救人。奥利弗的血浆正在迅速凝结，眼下这个地方根本没有那么全面的医疗设备。白瑞捡起地上的耗子药开始调配，剂量合适的话可以稀释奥利弗的血液。一针耗子药下去，奥利弗仿佛看到小东在向自己招手。几个小时后，奥利弗猛然惊醒，虽然白瑞救了自己一命，但身份暴露让他火气贼大。昏迷期间，白瑞提取了奥利弗皮肤上的残留物，这些指纹也许可以查出小偷的真实身份。老妈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奥利弗立马赶到家里。西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过门了。奥利弗进去后直接看到了罗伊，孩子腿上还插着自己的剑呢。奥利弗为他简单包扎了伤口，还特意请人过来给他进行治疗。刚离开妹妹的卧室，小东的幻象再次出现，这感觉忒诡异了。他让白瑞去查一下自己的血液，白瑞给了他一个建议，戴上眼罩去维持治安应该会更好，兜帽和眼彩可太牢了。很快白瑞查出了小偷的真实身份，塞勒斯。面部识别系统显示他正跟大街上溜达呢。
奥利弗跟迪哥一起赶到附近，塞勒斯突然袭击，迪哥只能拼尽全力撤退。绿箭侠联系昆汀，这货再不解决，日后怕是恐怖如斯啊！说话间，斯莱德的幻象也出现在奥利弗眼前。目前这种状态根本不可能去对抗他，只能让警方协助帮忙。与此同时，白瑞在地堡等待奥利弗的检测结果，看了一眼表，他突然打开了电脑直播，粒子加速器将在今晚开启。虽然颇受争议，但星辰实验室老大威尔斯根本不在乎舆论。警局这边，昆汀向上头申请武警支援，可这一消息被内鬼传给了布拉德。为了保证自己的计划顺利，他派塞勒斯去会警方。菲利西蒂则是带着白瑞去吃秘制小汉堡。奥利弗刚想练功，斯莱德的幻象再度出现，真实的不敢相信啊！在斯莱德眼里，他们已经不再是兄弟。小东的离开让他们反目成仇，奥利弗跟一个幻象打得你来我往。白瑞他们回来后已经是遍地残骸，再看一眼结果，明明显示一切正常啊！这应该是奥利弗的心理出现了问题。另外一边，昆汀带着武警突袭了塞勒斯的住处，结局显而易见，在座的都是垃圾啊！昆汀甚至被打成了重伤，绿箭侠立刻赶到医院看望老友，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。打斗中，昆汀从塞勒斯脖子上偷走了一把钥匙，现在自己是没办法行动了，希望这钥匙能帮绿箭侠干掉此人。昆汀重申了一遍，是干掉此人。这一刻，奥利弗起了杀意。鸡汤之神送给奥利弗一句话：你看到的那些已故亡灵，不过是幸存者心底的愧疚。赶走他们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弄明白他们想告诉你的东西是什么。而洛伊的腿脚刚刚利索，就开始擅自行动，悄摸溜进研究所调查七窍流血案件的来龙去脉。不来倒没事，刚来就被塞勒斯活捉，很快被五花大绑成为了下一个小白鼠。他们要给洛伊注射米拉库鲁。奥利弗破门而入，与塞勒斯再次交手。此时的洛伊已经七窍流血，停止了呼吸。被打倒在地的奥利弗看到了好兄弟汤米的幻象，这一刻他明白了已故亡灵的目的，他们希望奥利弗好好活下去。在他们眼里，奥利弗是个真正的英雄。汤米让他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 buff 远比鸡汤之神要奏效。奥利弗摇身一变，斗宗强者，一套连招送塞勒斯上了西天。完事之后开始拯救洛伊。米拉库鲁没有医治方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意志战胜。而洛伊的意志没有让奥利弗失望。布拉德这边找到了自己的老大，他现在要竞选市长，老大的实力足以把他送上市长之位。而米拉库鲁的血清也来自老大体内。老大警告他不许伤害绿箭侠，那可是自己最好的朋友，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狗带。说话者正是斯莱德，不过现在他更喜欢人家叫他丧钟。这会儿白瑞已经悄无声息地赶回了中城，他给奥利弗留下了一个礼物，盒子里正是白瑞为他定做的眼罩。中城这边粒子加速器准时开启，天空风暴聚集，电闪雷鸣。也是在这一刻起，神速力选中了白瑞，闪电侠诞生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